杨紫最新晒照撞脸林志玲，身材纤瘦，笑容妩媚，与芭莎之夜判若两人。杨紫真的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更在意每次公开场合露面后网友的反馈，而芭莎之夜无疑是杨紫的一次滑铁卢。那套色彩绚烂、价格不菲的夜的长裙，显然杨紫没有穿出效果，不仅凸显杨紫腰身、胳膊粗壮的缺点，而且皮肤也被显得黑了。特意做出的蓬乱的发型，更使她整个人看上去憔悴且俗气。虽说杨紫粉丝四处空评杨紫很美，杨紫就是太红了，所以有些人闭眼尬黑，但还是改变不了杨紫芭莎之夜造型翻车的事实。不过杨紫为她代言的蒙牛纯真拍摄的一套物料，可以一雪芭莎红毯支持了。这套物料中，杨紫穿的是一套银白色旗袍，上面绣着精致古典的百合花，一头绸缎般的长发自然披散下来。无论是手握团扇还是撑着一把油纸伞，杨紫都给人如兰似桂、雍容典雅之感。最让人惊艳的是杨紫的胳膊和腰身都非常纤细骨感，赞她一句回眸一笑百媚生，6宫粉黛无颜色一点不为过。但问题是，被粉丝赞为美翻了的杨紫，却实打实撞脸林志玲姐姐了。无论是容貌、身材，还是那种楚楚动人的风韵，可以说物料中的杨紫被 P 的与杨紫本人已无半毛钱关系。芭莎红毯上的杨紫长什么样，大家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没几天，杨紫就和芭莎之夜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了一个容颜气质绝伦的绝世美女，这也太神奇了吧！美颜滤镜真的很害人。我觉得我的偶像美得像仙女，长得像潘安，但是去掉美颜滤镜，真实的容颜就让人震撼。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更喜欢看到明星真实的容貌和身材，不喜欢明星用高科技手段塑造出来的美丽傲人的身材。自从杨紫更换造型团队后，她在微博之夜的造型就备受好评，粉丝们也满屏享受着美女的赞美。但实际上，杨紫在演《决战长沙》时的脸型和五官，和演《青云志》时完全不一样。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她的颜值都起伏不定，不是杜华就是刘嘉玲，这次是林志玲。人们不记得或弄清楚她的长相。杨紫的《长相思》和久违的爱情即将杀青，因为是偶像剧，杨紫的颜值和身材都会受到观众全方位的评判。很多人都说杨紫不管是年龄还是长相都不适合拍偶像剧，那么让我们看看杨紫能不能用实力来验证一下这2部剧她是否还是偶像剧女主呢？杨紫出席时尚芭莎慈善夜，被评价妆容老土，还打了西门省的脸。粉丝指责化妆师，并在其自称的微博下进行控诉。化妆师一夜之间删了自己的博客，网友纷纷将杨紫化妆师删博登上了微博热搜。那天杨紫的造型是怎么回事？芭莎红毯上，杨紫一袭橘红色长裙，胸口围绕着一圈花边，裙子的质感比较硬，有点复古怀旧风。头发扎了一个半高马尾，发尾卷了大波浪，但是感觉比较凌乱生硬，并不蓬松，给人一种发胶摸多了的感觉。刘海卷过头了，没有显得发量多，反而感觉厚重。妆容上，眼睛画了全包眼线，在现场灯光的映衬下，刻意又显脏。脸颊上点的那颗痣，把视觉重心都转移到苹果肌上，感觉也不太恰当。口红与裙子搭配，橘色调的不显气色。耳环、项链、手链是同一个款式，也是走的复古怀旧风。排开细节上的小瑕疵，整个妆造的风格非常明显，是想打造出一种成熟明艳的感觉，但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显老土气。杨紫的脸型比较圆润，一直给人邻家女孩的甜美感，之前红毯走的温柔恬静风，效果就很好，也比较符合她本人的气质。这次妆容的改变，不难看出杨紫团队想给她营造一种少女长大了成熟了的印象，但是却走得太急了。自从更换造型团队后，杨紫尝试过各种风格，也凭借造型登上热搜多次。一会儿是甜酷辣妹风，一会儿是少年感穿搭，一会儿又变成复古港风。这也凸显出杨紫在娱乐圈面临的困境，形象固化，转型在即，经过多种尝试，却都水土不服。杨紫今年31岁了，一直是90后小花里演技比较好的，也给观众留下了很多印象深刻的角色和作品。
童星出生，杨紫一直给人邻家小妹的印象，家有儿女的小雪至今仍然是被人称道的角色。出道即巅峰，也给杨紫带来了形象的枷锁。为了寻求突破，她出演了《保卫长沙》。虽然她赢得了口碑，但她的知名度并不高。于是杨紫回归舒适圈，出演了《欢乐颂》《香蜜沉沉》《靳如霜》《亲爱的》《爱的人》等作品，可以说是很会演戏了。作为一个甜美的女孩，这几部戏让杨紫重拾热度，成为90后流量小花的代表，一时间风头正劲。之后，杨紫在《青云志》中出演冷美帝陆雪琪，在《女心理师》中饰演专业沉稳的心理医生赫顿，被网友批评不妥，感觉戏外。一方面，杨紫这些年一直待在舒适圈，演技一直没有得到突破和磨练；另一方面，观众对她的印象也更加固化。交通来来去去很快，同样是甜美少女的演绎。近几年，赵露思和虞书欣按照套路走红，络绎不绝的新人让杨紫产生了危机感，同时变老也迫使杨紫寻找新的出路。杨紫急于转型无可厚非，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甜美少女到成熟少女，风格还是很多的，文静、温柔、清澈、悠然，先慢慢过渡到和自己气质相近的风格，再慢慢沉淀。02不是流量不反剧，而是流量不够大。肖战那片海站内热度再创新高，梦中的海开播了，全网讨论又达到了新的高潮。近年来，在各大视频平台的较量中，鹅显然处于劣势，不仅是在各大电视剧的爆款上，在即将上线的作品临时下架时也是如此。当猕猴桃后来居上超越鹅时，肖战的玉骨遥成了鹅的救命剧，又被耽误了。不过，杨八要播古装题材的《梦中的大海》，而肖战本来就是在杨八上播《斗罗大陆》的，杨八对肖战的信任是绝对足够的。杨怡还在6月1日晚的新闻联播中为《梦中的大海》做宣传，这部作品宣传的够好了。不过，其实内娱这样宣传的作品也不少，就连《梦中的海》也只是提前了1天的宣传预热，却达到了其他艺人无法企及的效果。短短1个晚上，肖战就取得了视频平台首播人气达到2.3万的成绩，4集播出的广告位全部被占满，甚至同一段的广告位被2个品牌占据。人多压商虎云，第1集需要视频会员观看，导致充值页面被充值会员淹没，以至于6·1儿童节杨八的收视率直接超过了杨一档。如此种种，不难发现，肖战这个顶流的号召力是惊人的。央八自带粉丝基础，然而这不是央八首次播放年代剧，但却是首次因为收视率而让酷云崩盘。视频平台不是首次播出肖战的作品，但却是首次在第1集就需要会员且充值人数过多，而让充值页面无法运转。其他作品求爷爷告奶奶的找赞助商，但是这部作品却是品牌求着来要一个广告位。视频平台站内热度破23000的不是没有，但都是播出2-3天之后的数据，而不是首日就达成该成就。只能说很多时候并不是流量不抗拒，而是所谓的流量，它的底盘根本不够。那鱼有太多的流量了，甚至因为流量太多而产生了带爆这个名词。下一个肖战的名头也时不时被人拉出来营销，甚至每当一部作品有男主小爆时，都会被营销号拿来询问大家，他会超越肖战吗？然而事实如何？肖战一部作品就让大家看到了。试问内娱还有哪个艺人可以做到一部作品播出时同时让央视各频道为他宣传，让视频平台接到求而不得的会员充值且忙不过来，让广告商求着对作品进行赞助？内娱的水太大了，大到有些艺人在小有成就之后，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比肩肖战，或者已经超越了肖战。可当梦中的那片海首播第1天的数据出炉时，看到那崩盘了的酷云和充值页面时，他们就应该清醒自己远没有这个能力。也许他们有一些粉丝基础，但着实是粉圈中的小打小闹，是流量，但绝不是顶流，自己也扛过了剧，不过是粉丝之间的吹嘘罢了。这才播出了1天，这才播出了4集而已，我们静待日后佳音。